王晶到底有多好色？不仅在节目中直言要泡女演员，更是一手捧红了女友邱淑贞。要泡就泡点不一样的。泡点女演员吧。在1987年港姐选美大赛上，19岁的邱淑贞凭借其惊艳的颜值、傲人的身材，成功吸引了很多粉丝，其中就包括已经成为当红导演的王晶。为了追到心目中的女神，王晶可谓砸下血本。随后5年，邱淑贞紧锣密鼓地出演了王晶的22部电影，平均每年4部以上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刚开始两人合作的电影全都反响平平。王晶心一横，干脆为邱淑贞量身打造了一部3级片，然后发布了一系列特别非常极其性感的海报。于是1992年底，随着 CL 高阳的上映，24岁的邱淑贞一夜爆红，跻身为香港影坛1线女星。随后王晶趁热打铁，又在《赌神2》中一手打造了淑贞发牌的名场面，令邱淑贞人气狂飙。那几年，王晶对邱淑贞的好几乎人尽皆知，就连李嘉欣打给刘銮雄争宠的电话录音都有这么一句：和其他爱惜羽毛的名导演不同，王晶从来不否认自己的贪财好色。好色是男人的本性，贪财则需要从他的原生家庭说起。1995年，王晶在香港出生，他的父亲是被称作香港影坛教父的王天林，曾执导监制过《楚留香》、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神雕侠侣》等大制作。母亲则是一名赌鬼，因为烂赌成性，被骗欠下巨款，经常令家里陷入困境，这使得王晶对赌博深恶痛绝，也开始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。为了帮父亲分担家里的重担，早在大学时期，王晶就开始在 TVB 兼职赚钱。那时他为综艺节目《欢乐今宵》写剧本，一个笑话8块钱，一个短剧80块，采用了才给钱。刚开始带他的老师并不正眼看他，以为王晶是闲得无聊过来玩的，结果第1个月王晶就挣了96块，没过多久就挣到1000块1个月。24岁那年，王晶编写了一部电视剧《网中人》，一举捧红了周润发。邵氏看小伙子蛮有潜力，于是签他当了导演。结果没想到，王晶导的第1部片子《千王斗千霸》一举拿下了500万票房，直接超过李小龙的《猛龙过江》，成为邵氏当年票房第2的片子。鬼才导演王晶一战成名，随后靠着《追女仔》、《最佳损友》、《赌神》等电影，王晶的导演之路一路高歌猛进，很快就成了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导演。最鼎盛的时候，王晶上午拍周星驰，下午拍成龙，间隙时分还在帮别的剧组想剧本。两组2部戏，然后我还在晚上，他们看到我需要写剧本，在现场打灯写了剧本。他说这是明天我们早上，不是，是另外朱延平那组的，我帮他写。王晶本人曾说，自己做导演完全不是因为热爱，而是因为可以给他一口饭吃，并且吃得还不错。既然能挣钱，那就多拍几部喽。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王晶才会和昔日搭档周星驰翻脸。王晶到底有多讨厌周星驰？在他的电影里总会出现讽刺周星驰的片段。老板，这次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呀！怎么说，我也跟了你10年呢。你也记得跟了我10年是吧？我把你从小明星变成总经理，再变成大老板，你不感激我不要紧，这2年一次一次泄露我炒股的计划，你当我白痴啊？那打给乐小姐，请她回去做一档儿童节目。好。不要，你不知道我不喜欢小孩啊！你演技这么差，很难做影帝的呀。王晶对周星驰真叫一个又爱又恨，两人一共合作了13部电影，都被影迷们奉为满分作品。他也曾经说过，和周星驰合作是最得心应手的。可让无数影迷遗憾的是，在合作完《千王之王2000》后，两人就分道扬镳，再也没有合作了。1989年，王晶用一部《赌神》开创了赌片时代。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就发现市面上有部山寨作品《赌圣》上映。王晶很不爽，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山寨别人，如今居然被别人山寨，票房还比我的高。他仔仔细细看完《赌圣》后，判定这部戏能火，完全是因为周星驰的个人魅力。于是他干脆重金挖来周星驰拍了《赌侠》，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10余年的合作。可以说，在整个90年代，王晶和周星驰的组合就是票房王炸。整蛊专家、九品芝麻官、鹿鼎记等等，一部比一部叫好又卖座。两个都是喜剧天才，王晶出了名的点子多，周星驰则对电影精益求精，合作起来自然相得益彰。在拍摄整蛊专家时，投资方只给了王晶10个字：周星驰、刘德华、整蛊专家，剧本台词一概没有。我手上有10个字：整蛊专家、周星驰、刘德华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我下星期开机，我不管，我都卖掉了。
5个星期，当时就是这样。从剧本没有剧本，每天写。王晶不愧是鬼才，很快就写出了故事大纲，然后开工的时候随写随拍，只给周星驰讲故事，周星驰看情况在临场发挥。大概因为两人实在默契，从开拍到后期5个星期，真的就全部搞定。这段时间我跟周星驰的想法是一模一样，在同一个轨道上面，所以当时我们合作的片不很好。后来大家有不同想法，就没有再合作。可是就是怎么说呢？如果一个喜剧导演没有一个好的配合的喜剧演员，是很难达到一个特别高。然而这样的默契，两个人却很快有了矛盾。很快，周星驰不甘于只做一个演员，他有太多自己的想法，而王晶在片场又不喜欢演员指手画脚，两人因此渐生嫌隙。当然，两人形同陌路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利益。众所周知，周星驰是李小龙的粉丝，当时二人准备一同合作电影《少年李小龙》，嘉禾影业听说后非常支持，给了王晶和周星驰800万港币的酬薪，外加票房分红，让他们自己分。怎么分呢？后来王晶在自传中写道，刚开始周星驰给的方案是他6，王晶4，王晶答应了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周星驰又说要3-7分，王晶还是咬牙答应了。又过1个星期，周星驰又提出82分，王晶想着情分，最后还是答应了，说下不为例。结果合作还是没谈成，最终嘉禾给800万的片酬，请周星驰当演员，拍了武状元苏乞儿。至此，两人彻底闹掰，王晶也对周怨念颇深。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，就一开始吧也是呢，他为钱拍而已。然而抛开两人的恩怨纠葛，但凡每一次采访，只要王晶被問心中最好的演員是誰，他卻又毫不猶豫地回答：咁周星馳嘅最強都係演技啦，40年來我見到最強嘅一個演員。他從來都是，後面30年都很難有人追到。王晶被譽為爛片之王，他一生究竟拍了多少部爛片？我有400多部戲，最少有100多部。人家说我是烂的。2016年，王晶喊来周润发、刘德华、张家辉、张学友一众天王影帝，拍了一部《澳门风云3》。虽然卖出了11亿的票房，但豆瓣评分只有4.4，网上吐槽声一片。本以为这就是王晶的底线了，结果2017年的《降魔传》又再次被打到2.9分，再到2020年孙悟空大战盘丝洞的2.8分。王晶的影片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烂了。然而，虽然顶着烂片之王的名号，整个香港娱乐圈都依然对他十分尊重，因为正是依靠于王晶整日开工，还烂片众多，香港影视从业者才能在港片低迷的时期混到饭吃。是王晶导演一直坚持，开工拍烂戏，才实实在在养活了一大批幕后的工作人员。也就是这些烂片才让我们有口饭吃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也可以说王晶的电影烂，但他拍了400多部片子，却基本没有赔钱的。衡量商业电影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钱，因此只要观众买账，王晶被骂也心甘情愿。最大观众就要说你通过贬低别人取乐自己，这种心理实在说是有一点点变态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买了票，变态我也喜欢。王晶曾经也拍过文艺片，1999年他执导了一部叫《笨小孩》的文艺电影，叶德娴还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，可惜叫好不叫座。经此一役，王晶意识到文艺片并不能吃饱饭，情怀没有赚钱重要。拍的不是艺术片嘛，是纯娱乐片嘛，无所谓，你敢我来拍，你给钱我是收了，过一个肥年干嘛不拍呢？但你要说王晶只是为了掐烂钱拍电影，那也不对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被称为香港电影救世之作的《无间道》是王晶一手促成的。当时一拿到剧本，王晶就觉得这是部好电影，但自己拍又怕糟蹋了，于是他交给了刘伟强拍摄。拍到一半，投资方撤资，刘伟强束手无策之时，又是王晶帮着到处拉资金重启项目。2008年，当许鞍华筹拍文艺电影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时，无人愿意投资，只有他看不上的王晶投了120万。后来这部电影拿了许多奖项，票房却刚刚回本。对此王晶看得很开，他说我不想计算赔赚的投一些我认为好的人文主义电影，甚至自己口袋里还有钱，可以支持一下就支持一下吧，如果不能赚钱就当培养新人。的确，比起文艺高冷10年磨一剑的王家卫，王晶在很多人心中永远无法和他相提并论，尤其是他现在的很多电影都是在炒冷饭卖情怀，就像李诞吐槽的那样。王晶确实厉害，确实厉害，参与制作过这个将近400部电影。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多电影，是吧？不过你要是看过王晶的全部400部电影，你就会发现
大概是4部电影和他们的翻拍。但王晶真的有大家想的那么不堪吗？其实他早已赚够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，在港片一蹶不振的今天，他尽可以选择功成身退，博一个好名声，但他依然坚持开机拍片，甚至扬言只要肯给钱，今天编剧本，明天招演员，后天就开拍。虽说电影拍的是真的烂，但他养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几百个演员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香港电影的生命。什么他妈的烂片！我让投资人赚钱，我让电影院满座，最困难的时候是我让大家能开口有饭吃。我烂片之王，我骄傲，我自豪。气场盖过周润发的人不多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啊，血溅街头，你怎么可以在侯景思这么高级的警务人员面前公开说要我见血呢？你简直无法无天！作为香港影坛大哥级的人物，当年他可是红极一时，而且作为影坛教父，曾帮助过很多后辈，受人尊敬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日后成为星爷的周星驰。万梓良和周星驰可以说是良师益友，在周星驰还是小龙套时被他挖掘，并且一手提拔，才有了周星驰今天的成就。不料万梓良在周星驰如日中天时与他决裂，更是在周星驰向他求和时直接拒绝。如今属于他的风光时代早已消逝。今天于哥带你揭秘大哥万梓良的幕后往事。其实万梓良本身不姓万，1957年他生于台湾省一个姓胡的9口之家，因为家里极为贫困，在他刚刚出生几天就被一户姓万的香港人家收养。然而几年之后，养父突然离世，只留下养母与3个姐姐，家里再无生计来源，也无法负担万梓良的学费，于是他初中就辍学，开始打工挣钱，门童、泊车员、赌档伙计。万梓良在纷乱的底层生活中挣扎，只能在休息时看看荧幕上风光百倍的明星们，心生羡慕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万梓良在街上看到了香港立地电视台艺人训练班的招生广告，怀着憧憬，他参加了报名。尽管没有任何才艺，但他高大英俊的外貌为他争取到了机会。在训练班毕业后，他与电视台顺利签约。1977年，刚毕业没多久的万梓良就出演了武侠电视剧《三少爷的剑》，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。虽然只演了个小配角，但也成为了他第一块敲门砖。1979年，初出茅庐的许鞍华带着惊悚剧情片《风劫》找到了万梓良，在剧中他与赵雅芝搭档，饰演一对夫妻。电影上映后，一举拿下了金马奖的多个奖项，许鞍华从此名声大噪，万梓良也凭借优异的表现，渐渐开始崭露头角。1983年，他和当红女星钟楚红搭档主演了《男与女》，万梓良饰演的落魄拳击手江远生，把坚韧、失意和爱情中的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并且获得了金像、金马影帝双提名。从此，万梓良在影坛变得炙手可热，而与他同期的小生周润发凭借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一举成名。两人在日后一段时间里，从人气到资源一直不相上下，成你追我赶之势，是那时香港影坛里的双子巨星。1985年，万梓良迎来了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，出演电视剧《薛仁贵征东》。他与剧中女主角邓萃雯因戏生情，谈起了恋爱。这位真性情的大哥居然为了哄女友开心而当街给她下跪，一时间轰动了香港娱乐界。其实我为什么我喜欢他，就是因为他好像一个父亲，有恋父情节，也好像一个哥老师，因为他在我眼中也是个演技派嘛。是的，也是个老师，又是个成熟的男朋友。对，我觉得哇，3样都有，3合1多好，全在他身上。然而一味的取酒换不来爱情的甜果，最终2人还是分手了。在电视剧领域小试牛刀后，万梓良继续在《流氓大亨》里饰演男主角。这部电视剧播出后成了当年的收视冠军。作为男主角的万梓良更是凭借这部剧彻底大红大紫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顶流小生。当时他红到什么程度呢？这是当时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，他去剧组拍戏，路上被影迷围个水泄不通，必须要靠警察来维持现场秩序。那时的万梓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顶流。1987年，在拍摄电视剧《生命之旅》时，他第一次和周星驰相遇。那时万梓良是无可置疑的绝对男一号，而周星驰在当时还只是一个主持着儿童节目的主持人。由于长时间的低谷，还有自成一派不被人认可的表演效果，让周星驰很迷茫。这时的他只能一边接戏，一边谋划着另寻出路。正巧他接到了《生命之旅》中的一个小配角。大哥万梓良在片场看了一场周星驰的戏后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夸赞了一句：“咦，你很有天分哦。”一句来自大哥大的鼓励，点亮了周星驰的演艺生涯。咁喺嗰陣時咧，就同我拍
一齊拍嘅有萬梓良先生喎。係。咁佢又就唔知點解咧，佢同我拍完幾場戲之後咧，佢同我講話：咦，你好有天分喎！咁講啊，佢話我係啊，我啱晒頭。後來萬梓良主動提攜他，先是和他搭檔出演了周星馳喜劇之路的萌芽之作《他來自江湖》。後來李修賢拍攝《霹靂先鋒》時，萬梓良又將他推薦給了李修賢。苦熬多年的周星馳終於嶄露頭角，並且也憑此獲得了金像獎的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新人提名，更是一舉拿下了金馬獎的最佳男配角。在金像獎頒獎典禮上，周星馳激動地說：“感謝萬梓良先生的幫助。”還有我的前輩萬梓良先生、曾志偉先生給我的幫助。萬梓良在台下戴着墨鏡，露出了標誌性的酒窩。1988年，萬梓良出演的《大頭仔》裡面那個有情有義的大哥，獲得了第25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，從此奠定了他影壇第一黑幫大哥的基礎。同年出演王家衛的處女作《旺角卡門》，飾演黑社會大佬梁哥，誇張而狂躁的風格深受觀眾青睞，甚至風頭蓋過了主角劉德華和張學友。劇中萬梓良金句頻出，出門不帶個18000的，怎麼學人做老大等等經典台詞，一舉讓王家衛功成名就。自此，由於在眾多黑幫片中飾演大佬，萬梓良開始被人尊稱為大哥。他的條紋西裝、大背頭、叼雪茄的形象也成為了香港年輕人一時爭相模仿的對象。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香港影視產業最輝煌的10年，萬梓良電影電視雙管齊下，他的事業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騰飛到了巔峰。那時的周潤發將萬梓良視為自己的頭號勁敵，在演藝事業不斷攀升的同時，他的感情也終於開花結果。1992年，在 TVB 的直播下，萬梓良和田妞舉辦了場面空前的婚禮，圈內諸多大佬都來為這位大哥送上祝福。邵逸夫主婚，梅艷芳、任達華、張衛健等圈內明星大佬均到場見證，而本場婚禮的伴郎則是周星馳。然而這段轟轟烈烈的婚姻只維持了4年，兩人就分開了。據田妞說，萬梓良在生活中也如同電影中的大哥一樣冷峻而沉默，夫妻二人缺少最基本的溝通。隨着第一段婚姻的失敗，萬梓良的事業就開始走下坡路。20世紀90年代末，香港影視黃金時代煙消雲散，萬梓良的片約和露臉次數開始減少。有人說是因為他得罪了某個 TVB 大佬，被公司雪藏了；也有人說他得罪了某個有頭有臉的記者，被記者團體聯合起來封殺了。各種緣由我們也無從得知，唯一知道的就是他遭遇了演藝生涯的大滑坡。在拍完 TVB 電視劇《巨人》後，他就選擇了西影經商，投身於服裝業。走向商海的萬梓良卻沒有同演藝事業一樣再創輝煌。所謂隔行如隔山，他的服裝事業因為經營不善，再加上遭遇到金融風暴，萬梓良破產了。無奈的萬梓良重回影壇，卻發現此時香港影壇早已是強弩之末。雖然之後他飾演的都不是主角，但他的氣場依然鎮得住場面。尤其是古惑仔系列裡的蔣天養，他飾演的這個角色比任達華飾演的蔣天生更霸氣瀟灑，也更具有大佬風範。尤其是做大事要成功的3個條件的金句，也隨着角色一同打入人心。做大事要成功，3個條件：第一，銀紙；第二，銀紙；第三，都係銀紙。記住。此後萬梓良的演藝事業日漸衰微，而他曾經的小弟周星馳已經迅速成為影壇的星爺。在周星馳拍攝《喜劇之王》想到了近況不好的恩人萬梓良，便邀請他出演一個角色，這個角色就是吳孟達飾演的場務一角，卻沒想到二人因此產生了隔閡。在拍攝時，由於周星馳臨時改了萬梓良的拍攝時間，劇組的人也沒有通知到萬梓良，毫不知情的大哥到了地方卻發現空無一人，想到自己真心將周星馳當作好友，而他卻在自己落魄時耍自己。萬梓良越想越氣，怒氣沖沖地回去通知了周星馳辭了演。而這只是第一個版本，第二個版本則是來自於吳孟達的爆料。有一位演員演我那個戲就心仔不滿意，覺得他覺得不對他的胃口，是因為我剛好跟張衛健拍一個清朝的戲，剃光頭，我去幫忙。那個戲我拍了4天。其實按照周星馳對待自己和他人都無比嚴苛的性格，這個說辭也並不是沒有可能。無論是哪種原因，周星馳為了表達歉意，終究還是在片尾特別明謝了萬梓良。到2019年《喜劇之王2》開拍前，周星馳想到了萬梓良，想讓他出演女主如夢的父親。在找萬梓良之前，他說萬梓良是最難請的，他說對了，萬梓良拒絕了。往事如浪潮，你退我漲。
在他心里，尽管现在他落魄了，但心底里的傲气还在。你落魄时我拉你一把，是因为你年轻有前途；我落魄时拒绝你的帮助，是因为我不看清自己。从2000年到2020年，他参与的影视作品仅寥寥几部，影响力也并不算大，似乎寒酸落魄已经成为今天的人们仍愿意谈论他的唯一动力。在2020年的电影《卖路人》中，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熟悉又感觉陌生的面孔，那个曾经风光无限、不可一世的大哥，变成了一个内敛憔悴的白发老人。那一年，他被提名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如今，万梓良已经63岁了，看着曾经的香港教父也垂垂老矣，许多影迷心中都有诸多不忍和满腔感慨。不知道在你们心中，能代表万梓良演技的角色是哪一个呢？视频结束，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关注我，别忘了点赞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操，这腿就算再过30年，莫文蔚依旧是性感女神。伍佰见着她话都说不出来。2007年，在莫文蔚演唱会上，伍佰的出现成了当晚最大的惊喜。众人本以为伍佰又要支配现场，谁知莫文蔚一个动作就让伍佰当场结巴。你要看清楚我今天的这个打扮吗？我私人给你看一次 Uncle Five 我说不出话来。不仅是伍佰，莫文蔚的性感，就连老牌歌手杨坤都直流口水。他的舞台才是真正的视听盛宴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直到2018年，48岁的莫文蔚在舞台上身材依然绝美。只见她身着亮片舞裙，全程又唱又跳，大方展示身材，无愧性感女神。莫文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美人，甚至有很多人说她丑，可莫文蔚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，脸上写满风情和自信。真正了解她的人，没有说她不美的。1970年，莫文蔚出生在香港一个书香世家，祖父曾是香港英皇书院的创校校长和知名慈善家，爸爸莫天赐是香港影视文化作家，妈妈莫和敏仪是香港第一代电视人。也许是因为身上同时拥有中国、英国、波斯和德国4国血统，莫文蔚从小容貌就很立体突出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性感女神莫文蔚其实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。她6岁学钢琴，12岁学古筝，能流利地使用5种语言。早在学生时代，莫文蔚就获奖无数，念中4时便成为第1届香港10大杰出学生。之后她又考入英国伦敦大学进修意大利文学。可以说，即使没进娱乐圈，莫文蔚的生活也依然会成为最拔尖的那个。1993年，莫文蔚回到香港，加入星光唱片公司，随后发布首张个人同名粤语专辑《莫文蔚》，虽然销量并不理想，却意外得到周星驰注意。随后，莫文蔚因电影《大话西游》白晶晶一角获得广泛关注。莫文蔚的音乐之路要到1997年才算正式起航。来到台湾发展后，莫文蔚结识了才子李宗盛，在他的操刀下，莫文蔚推出首张国语唱片《做自己》，专辑在全亚洲大卖80多万张，其中那首主打歌《他不爱我》更成为其众多代表作之一。莫文蔚从此一炮而红，随后两人又一起合作了多张专辑，推出了《阴天》《那么爱你为什么》等爆款，奠定了莫文蔚都市女性代言人的音乐风格与路线，她也因此成为大众眼里的梦中情人。2002年，莫文蔚第一次斩获金曲歌后，成为首个拿到该奖项的香港女歌手。截至2015年，莫文蔚以9张专辑入围35项金曲奖，获奖9项，数量居香港女歌手之冠。她也由此晋升华语乐坛天后之一。此外，伍佰也不甘落后，亲自操刀为莫文蔚量身打造一首《坚强的理由》，直接助她登上乐坛巅峰。而李荣浩在听说莫文蔚的情伤后，竟然也有感而发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慢慢喜欢你》，彻底奠定了他的乐坛地位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
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。这才是整容式演技的鼻祖。莫文蔚为食神所做的牺牲，让周星驰感动不已。看来看去，最后还是你最好。1996年，周星驰在筹备拍摄翻身之作《食神》时，想找一个能狠下心扮丑的女演员出演女主角火鸡。刚开始，星爷心里的第一人选是女神钟丽缇。谁知道听完火鸡的容貌设定后，钟丽缇怎么也豁不出去。最终他宁可选择了戏份少的初恋女配，也不愿意扮演一个脸上有刀疤还龅牙的女主角。无奈之下，周星驰只好另谋人选，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。就在星爷火烧眉毛之际，他想到了曾经合作过的莫文蔚，原以为莫文蔚也会拒绝，谁知他不仅一口答应，而且还特别开心。当时就一点不抗拒吗？我听说是找了很多人都很抗拒，但只有你不抗拒。我一收到这个通知，我就开心死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开机第一天，女主角莫文蔚就被拦在了门外。原来她为了提前熟悉环境，于是自己化好妆，换好衣服，就来到了片场。可能是因为丑得太过惊世骇俗，保安怎么也无法将眼前粗犷的女人和大明星莫文蔚联系在一起，不仅不让莫文蔚进，甚至还要赶她走。最后还是星爷出来才解开了误会。后来莫文蔚在采访中被问到为什么不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她说因为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她很喜欢火鸡这个角色。事实证明，莫文蔚的眼光没错，火鸡是食神乃至周星驰所有电影中都非常出彩的女性角色。她虽然丑，却有情有义。情和义，值千金。片尾莫文蔚饰演的观音菩萨如梦幻一般美丽，也算是周星驰给莫文蔚的一点补偿，同时也再次暗示观众不要被火鸡丑陋的外表所掩盖，她其实像神仙一样高洁美丽。作为最特别的星女郎，莫文蔚和周星驰的合作是一段佳话。无论是《大话西游》里的白晶晶，回魂夜里的阿群，还是喜剧之王杜鹃儿，只要在周星驰电影里，无论性格差别有多大，莫文蔚都能拿捏到位。众所周知，莫文蔚不仅和星爷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，两人还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。在周星驰黯然失色的那些日子里，莫文蔚始终陪伴在周星驰的身边，甘愿为他扮丑、剃光头，甚至愿意做他的地下女友。即使后来分手，莫文莫文蔚凭借出色的表演，一举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。她演的黑侠一样古灵精怪。说起来，现在莫文蔚很少演戏了，真是可惜。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个性化女演员。除了演戏和音乐事业，莫文蔚被媒体报道的最多的，其实还是她的花边新闻。当中国天后出现在韩国顶级颁奖典礼，将会是什么画面？最猛的还得是莫文蔚踏上了韩国妈妈颁奖典礼，为现场观众带来《大话西游》的主题曲《一生所爱》。莫文蔚一开口，莫文蔚就结识了初恋男友，男朋友还教会了她德文，那是彼此情窦初开的初恋，虽然美好却短暂青涩。仅仅交往1年，两人便分手了。1994年回国后的莫文蔚遇到了另一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，那就是正在筹拍《大话西游》的周星驰。在戏里，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白晶晶展开了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，戏外他们的三角恋同样闹得沸沸扬扬。虽然没能和周星驰走到最后，但莫文蔚的确陪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光。和周星驰分手后，在张国荣的介绍下，莫文蔚结识了才子冯德伦。两人认识后不久，莫文蔚很快就被冯德伦的才华打动，并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。2002年，两人被曝同居。2006年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，莫文蔚和冯德伦牵手出现在星光大道上，向外界公开恋情。本以为这次两人可以修成正果，
然而没过多久，莫文蔚就单方面宣布分手，两人9年的恋情宣告结束。在冯德伦官宣了和舒淇的婚讯后，莫文蔚在演唱会上哭着唱了那首《他》。称道第一点就是始终在爱情中保持体面，堪称最佳前任。他曾在采访时说，初恋教我讲德文，星仔教我品红酒，冯德伦呢教我谈恋爱要开心。不管是对那个人还是那段曾经，他都始终留有爱意和感激。只是兜兜转转，当所有人都以为40岁的莫文蔚要步入大龄剩女的行列时，他却突然官宣要结婚，而结婚对象正是17岁时的初恋男友。命运真的很神奇，多年后两人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重逢，此时他已经离婚，他还是单身。莫文蔚心想，是不是天意让他们重新相聚呢？于是2011年，在两人最初相遇的佛罗伦萨，莫文蔚把自己嫁了。他的爱情与婚姻，正如他在歌中所唱，漫漫长路，爱是莫忘最初。